这一集我们开始 Jasper 春游的第一天。Jasper 是加拿大落基山脉里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，占地1100平方公里。今天的行程是先开车到老城堡停车场，然后爬升130米去老城堡小山顶俯瞰 Jasper， 下山后去伊迪斯湖和 Annette 湖，然后再开车去门令湖，中间经过药湖。从 Jasper 小镇的中心开车到老城堡景点，也就2公里5-6分钟的样子。Jasper 国家公园里的哥伦比亚冰原是北美洲水文的最高点，水最终流向了3大洋，向东去了大西洋，向南向西流向了太平洋，而向北则是通过阿斯巴斯卡河流流向了北冰洋。这下面就是阿斯巴斯卡河。19世纪的时候，英国加拿大的毛皮商人 David Thompson 就是沿着阿斯巴萨卡河水的流向来到了 Jasper 小镇，并且在落基山脉建立了第一个毛皮交易之路，所以阿斯巴斯卡河也被称作加拿大的遗产河。在 Jasper 公园里头，它的身影我们可是随处可见。听这个名字老城堡，你是不是以为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？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其实这不过是指亨瑞小屋，一个建于1811年西北公司的一个工作小屋而已。小屋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，但是这个遗址被纪念为国家历史遗址。到了这个景点的最高处，还别说，他们当年还真会选地方。虽说从停车场上来只有130米的爬升高度，可是 Jasper 小镇的风光还有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。远处隐隐约约能够看到的就是 Fairmont 的度假村，它前面那个很大的湖叫美丽湖，它旁边流淌着的蜿蜒曲折的河就是阿斯巴斯卡河，而背景那个一堆的山，尤其是最高的那个山峰就是金字塔山。河和山峰中间的就是 Jasper 小镇，有2条铁路线从这里通过。这里流淌着的仍然是阿斯巴萨卡河。后面的山峰上有 Jasper 缆车。再向左边看，那个山峰有一条条斜纹的，就是伊迪斯卡沃山，天使冰川就在那里。不过冬天去那里的路是封闭的，一直要到6月中旬才开放。刚才提到的 Fairmont Resort 也叫 Jasper 公园度假村，它建于1915年，有很多名人都曾经在这里住过，比如说玛丽莲梦露，那里也是皇家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1939年的时候，乔治6世国王和伊丽莎白女王，还有2005年伊丽莎白女王2世和菲利普亲王都曾经在这里下榻。在这里的悬崖峭壁旁，常常能够看到一堆一堆的羊粪，估计大角羊最喜欢待在这种地方了。羊应该算是弱势群体吧，逃跑的时候也未必能够跑得过狼或者是熊。好在它们攀岩技术高超，熊和狼肯定不如它们，所以悬崖峭壁旁应该是它们最安全的休息地方了。现在是4月中，但是这里还是早春。不过我们来的这几天白天最高温度比较高，可能会达到16、17度。看这些羊懒洋洋的在这里躺着晒太阳，好舒服呀。当地人说，在春天或者初夏的时候，在这里徒步要额外留意一种叫 ticks 的虫子，
它有点像螨虫，个儿不大，大概3到5个毫米。如果你席地而坐休息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沾到你的身上或衣服上。被它们咬了，可能会感染上一些病，其中的一个症状就像感冒。在春天，阿斯巴斯卡河谷周围很容易碰到这种虫子，所以这个季节徒步的时候最少穿上长袖的衣服和长裤。另外，大角羊和麋鹿身上也常常会沾有这种虫子。伊迪斯湖、阿奈特湖还有 Jasper 公园度假村前的美丽湖挨得都很近。这是伊迪斯湖，阿奈特湖就在它旁边，停在一个停车场就可以走到另一个湖。这是阿奈特湖，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人在这里游泳，而且它还有一小片沙滩，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玩耍。不过得小心，这里的湖水温度可是很低的。它的水来自上游的 Marine Lake，Marine Lake 的水是来自它周围3座冰川上的雪水，所以可以想象，夏天这里的温度肯定高不到哪儿去。猛地一看，是不是觉得这2个湖长得很像？这是因为它们身后的背景都是同一个高山群，等你走近了就能看到它们明显的不同。开车去 Marine 湖的路上一定会经过 Medicine Lake 药湖，看路边干枯的树枝，那是2015年森林大火留下的痕迹。夏天的时候，清晨经常会看到熊在湖边喝水，傍晚的时候会看到麋鹿在这里嬉戏，还有大角羊在马路中间旁若无人地舔冬天留在公路上的盐渍。这里我们来到了Marine湖的停车场。Marine湖是一个狭长型的湖泊，长22.5公里，宽1.5公里，平均的深度是35米。它被世界上评为最上镜的湖泊之一。它的水源来自环绕它周围的3个冰川上的雪水，即使是在夏天，湖水的温度也接近冰点。它的周围都是高山，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林。夏天坐船在湖上游览，你会发现湖水的颜色变幻莫测，一会儿是蓝色，一会儿是碧绿色。这里的天气和湖水一样，一会儿是阳光明媚，一会儿又是乌云密布，赶得不巧还可能碰上倾盆大雨。现在看到的这个船屋和Marine湖的木屋是这里最早的2个建筑物。木屋建于1927年，当年可是这里最大最豪华的客栈，它是由 Fred Brewster 上校建造，也是他在落基山营地的一部分。而建于1929年的船屋主要是为了开展野外向导和捕鱼的业务。这个湖还有大量的红鳟鱼和布鲁特鳟鱼。阿尔伯塔省最大的红鳟鱼就是来自这个湖里，据说重20多磅。回酒店的路上路过了夕阳西下的药湖，残阳下映衬着刚刚解冻的湖水，还有周围被烧过的光秃秃的树干，还真有点沧桑的感觉。好吧，春游的第1天就这样结束吧。